天赋之外是更漫长的等待，一夜成名常被反复书写，但真正支撑这些瞬间的，往往是无人看见的漫长积累。王浩真的故事恰恰打破了人们对爆红的单一想象。他并非横空出世的幸运儿，而是一个在时间里被不断打磨的人。从安徽马鞍山走出的他，最初的标签是学霸少年，成绩优异，性格内敛，却始终带着一种不安分的探索欲。后来进入深圳大学，他凭借外形与气质成为校园中的风云人物，但这并未让他迷失，反而让他更清楚，外表的光环无法支撑一段真正长久的职业道路。他选择走入表演，是出于一种近乎执拗的信念，想要被看见，但不是浅层的被注意，而是被真正理解。正是这种看似朴素却极其困难的目标，让他愿意走上一条更慢更苦的路。如果说梦想是一束光，那么横店的10年就是他在黑暗中不断摸索光源的过程。在这个每天都有新人涌入，也每天都有演员被淘汰的地方，王浩真始终处在最边缘的位置，配角、路人，甚至没有台词的背景人物。这样的经历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浪漫的。长时间得不到关注会消磨自信，反复重复同类角色会让人怀疑自我价值。但他没有离开，他把每一次出镜都当成练习，把每一个角色当成样本，去观察、拆解、重建人物的情绪逻辑。也正是在这段时间，他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表演风格，不依赖夸张的情绪表达，而是通过细微的眼神变化、呼吸节奏与身体状态，传递人物内心的裂缝。这种被后来称为破碎感的演技，并非刻意设计，而是常年累积后的自然呈现。在很多人的职业路径中，30岁往往意味着稳定，而不是冒险。但对于王浩真来说，这一年却成为关键转折。他开始从传统长剧体系转向节奏更快、结构更紧凑的短剧赛道。在外界看来，这像是一种降维选择，从大制作退到短内容。但实际上，这恰恰是他对行业变化最敏锐的回应。短剧的核心不在于体量，而在于情绪的密度与节奏的精准。他要求演员在极短时间内建立人物，推动冲突，完成情感爆发，这对表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。王浩真恰好具备这种能力，他多年积累的情绪控制力与细节处理能力，在短剧中被迅速放大。他不再是背景中的某个人，而是故事的中心，是观众情绪的引导者。当观众开始讨论王浩真时，一个关键词迅速被反复提及：破碎感。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悲情，也不是单纯的脆弱，而是一种复杂的、矛盾的情绪状态，克制与崩溃并存，理性与失控交织。这种表演之所以打动人，是因为它更接近现实。现实中的情绪很少是完整而清晰的，大多数时候它是模糊的、被压抑的，甚至是自我否认的。王浩真的表演正是把这种未完成的情绪呈现出来，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共情。与其说他在演角色，不如说他在暴露人性的一部分。这种表达方式在当下内容高度同质化的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。王浩真的走红，从表面看是一次个人命运的反转，但如果放在更大的行业语境中观察，它更像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内容生态重构的缩影。过去的影视行业，长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，制作周期长，资金体量大，话语权集中在少数平台与制作方手中。演员的成长路径也相对单一，必须依附于大项目、大团队，通过层层筛选与资源分配，才有机会被观众真正看到。这种模式虽然稳定，却也在无形中抬高了门槛，让大量有潜力却缺乏入口的演员被长期边缘化。而如今，短剧、微剧以及竖屏内容的爆发式增长，正在悄然打破这一结构。内容的生产节奏被加快，
传播路径更加扁平，观众的注意力被重新切割与分配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谁能快速建立情绪连接，往往比谁拥有更大制作资源更重要。这正是王浩真能够突围的关键，他并非依赖宏大叙事或视觉奇观，而是用细腻而真实的情绪表达，在极短时间内击中观众的感受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那些曾经被忽视的演员，在这一轮变革中反而具备天然优势。他们没有被固定人设束缚，也没有被市场过度消费，因而拥有更大的可塑性与试错空间。他们更愿意贴近角色本身，而非迎合既定标签。这种去标签化的表演状态，使他们能够在不同类型内容中自由切换，逐渐建立属于自己的辨识度。因此，王浩真的成功并不只是一次个人层面的翻身，更是一种路径的更新。演员不再只有等待被选中这一种方式，而是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内容形态主动创造机会。这种变化也在重塑行业的权力结构，资源不再完全垄断于头部，创作的入口正在被打开。可以预见，未来的娱乐行业将更加多元与分层。头部制作依然存在，但不再是唯一的成功标准。中小体量内容将持续繁荣，成为新人才的重要孵化器。而观众也将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，用点击与停留时间直接参与内容的筛选机制。或许真正值得思考的是，当行业变得更加开放之后，什么才是演员最核心的竞争力？是流量还是表达？是包装还是共情能力？王浩真给出的答案显然更偏向后者，而这可能正是这个时代最稀缺也最有价值的部分。当成名真正降临的那一刻，它从来不是终点的礼花，而更像是一道骤然亮起的强光，照亮舞台的同时，也放大了所有选择的代价与方向的分歧。对演员而言，难的从来不是被看见，而是在被看见之后，仍然选择如何被理解。所谓保持创作的真诚，并不是拒绝商业与流量，而是在每一次角色选择、每一次情绪表达中，仍然保留对人物最本质的尊重与探索。因为一旦创作沦为迎合，标签便会迅速固化，从被记住的特质变成无法逃离的边界，最终反噬演员本身的可能性。如何在流量与表达之间取得平衡，其实是一种长期的自我博弈，既要理解市场的节奏，也要守住内心的判断。这种张力恰恰决定了一个演员能走多远，而不仅仅是能红多久。就王浩真而言，他正站在这样一个微妙而关键的节点上。他的优势不只是破碎感被认可，更在于他经历过被忽视的漫长阶段，因此对短暂的热度与长期的积累有着更清醒的区分。他知道，真正能够留下来的，从来不是某一种风格，而是不断更新自我的能力。如果他能够继续在角色中寻找新的层次，而不是重复已有的成功路径，那么这一次的爆发便有可能转化为持续的生命力。更值得思考的是，他的经历正在悄然改变行业的一种叙事逻辑。成功不再只属于快速被选中的人，也属于那些在时间中不断修正方向的人。慢不再等于落后，沉默的阶段也不再意味着失败。或许正是在那些无人问津的岁月里，一个演员才真正完成了对自我与表演的建构。而当机会来临时，这种深度才会转化为无法替代的光。感谢你看到这里。如果这个故事曾让你产生过一瞬间的共鸣，或许它的意义就已经成立。在流量至上的时代，我们是否还能为长期努力保留一席之地？在快速消费的内容环境中，观众是否仍愿意为真实的情绪停留更久？而对于整个娱乐行业来说，未来的发展究竟是更快还是更深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你更期待怎样的演员？又希望这个行业走向哪里？